Hello， 这个是跟大家讲一下，这法国很有名冰淇淋 Amorino 在波士顿的开的分店，然后就它特型是它玫瑰型，不过它已经开始融化。天哪，天气真好热。今天我们现在在波士顿 Newbury Street 这边就是波士顿最主要的商店区。 然后现在这边基本上都比较精品啊，然后或这种路边小摊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这边看一看，就是这波士顿的样子，还有我们待会介绍一下万众瞩目的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喽。不要买，太惨，它这种花太快了，我的玫瑰花没了。我们本来想要边走边吃边介绍，完全无办法，我们要先把它解决掉，我待会再拿其他另外一个小吃跟大家分享。你刚刚吃完冰淇淋好甜啊！ 想要用一个稍微清爽一点的，加一个这个试试看，开心果加茉莉花加椰子水。你看现在很夸张，买就是用机器点单，还会问你要不要加 tip 加20。买一个饮料，为什么我还不跟真人买？为什么我要加20？你以为不给小费？但很多老外真的会给，就这样，然后就在这边，我就等点茶来。 然后现在是2026年的6月初，现在天气真的超好，今天20几度，就第一次感觉终于脱离漫漫的寒冬。然后这种天气真的很难让人家坐在办公室里面，所以我们就跑出来啦，也可以大家看一下世界杯左右的波士顿是怎么样子的。 说实话，我也是4年才看一次的伪球迷，但是因为这次是刚好有3国主办，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然后美国有11个城市都参与了这次比赛，然后波士顿刚好就是很幸运的，也是11个城市之一，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感受到很多关于世界杯的氛围，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然后外加其实今年有特别意义，就是梅西跟 C 罗这些特别举世界轻重的超级球星，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以球星的身份去参加比赛，所以这基本上也是他们的最后一役，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对我们来讲，其实这个不光是比赛而已啦，我觉得还有一点那种跟我的青春告别的感觉。但是其实这我又透露了年纪，但是反正我觉得这次就是有特别意义存在，然后刚好我们又身在主办城市之一，就是所以我非常荣幸的就借由这个机会带大家感受并且参与这个世界杯，然后也可以看看波士顿这个城市。我记得以前在美国，我人在美国的时候看世界杯都要熬夜起床看，还要调时差，所以我觉得这次真的很兴奋，终于不用再调时差了。今年我现在只要考虑下班我要直接去球场，还是我要去酒吧，还是我要回家舒舒服服的点外卖看转播，这次感觉真的很好。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人想要问说，就是波士顿分到7场比赛，究竟从哪一场开始呢？替大家查了，第一场的话会是在6月13号的苏格兰队对海地队。Sorry， 我们要过马路，过了马路以后就会到一个桥上，然后过以后就会到我们的查尔斯河，想要带大家去查尔斯河走走。大家不要觉得海地队好像就是不是那种传统明星队，没什么看头。但对我们之前而言，其实在波士顿南边的 Manhattan 还有 Dorchester 那边有许多海地移民。而且那边有很多有风味的餐馆，所以我估计啊，就是到那个6月13号的时候，那边应该会全部疯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到那边去感受一下气氛。当然，如果最好的话，当然是去我们的球场了。然后6月26号的话，就是那一场会是挪威对法国。那这一场的话，就是网络上大家表明最想看的一场。那另外7月9号的话，会有最后8强赛，也会在我们这边举行。最令人兴奋，当然就是法国队对挪威队。因为他有上次世界杯冠军法国队，他们踢见关键一球的姆巴佩，他也会到波士顿来。然后对于哈兰德，这2个就是超级强将，2个他们要在这边对决，就想到就其实令人就会觉得很兴奋。这场球赛的票价已经炒到天价，如果你想要买2手票的话，一张票大概是$400左右。哎，我就无法想象的世界，一张票大概$400左右，其实好贵啊。然后，法国队又是常年有名的帅哥队，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都是男模队嘛，所以我已经准备好要去看帅哥的下河线了。好了，逛完 Newbury Street，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前往南方的 Foxborough 去看一下这次世界杯波士顿主场的激烈体育场现在到底变什么样。Let's go！ 好啦，这次为了世足赛，我也是下重本下重资，特地拉到从波士顿downtown拉到这个激烈体育场这附近，
通常我们真的是有活动的时候我才会来。就我们来大家看一下这吉列体育场，它现在为了这次世足赛，就是它到底做了哪一些翻新，我也替大家介绍一下附近的环境。Hello， 那我说我们现在开了40分钟，终于从波士顿待到这边啦。Hello， 那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吉列体育场，现在太阳真的超级大，然后也很晒。Anyway， 反正我们身后就是吉列体育场，可以看得到就是 FIFA 世足赛的都已经摆出来。那其实像这边检票口都已经 settle 好了。我们刚进来的时候那边有剧嘛，就是防止人流太多。然后很幸运的，刚刚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遇到法国队，他们集训在这边，刚刚进去的旅馆这样子。其实我后面这吉列体育场，它其实也是波士顿爱国者队的一个主场，就是如果像每年的超级碗 Super Bowl， 如果在波士顿举行的话，也都会是在这边。然后去年轰动全球的2个 CEO 偷情的故事，就是 Coldplay。他们那个在演唱会，就是那个 Love Cam 抓到他们偷外遇这件事情，也刚好就是在我们身后这边举行的。所以这样，如果就在波士顿的话，很多大小的 event， 像我也参加过很多 event， 我来这边看过一些表演啊，看Pink 的演唱会，所以基本上比较大型的表演、文艺活动都会在这边举行。进去，现在你完全进不去，放我进去。这检票口已经都搭起来，好多赞助商 Delta。我就感觉就是到时候一定会很刺激，就是人一定会很多，就是一个很热闹的感觉。Good。我有先查一下资料，其实为了迎接世足赛比赛公平，它一定要就是用天然的草坪，所以它里面也做了很大的翻新，包括像 VIP 区，包括像入场等等，都做了很大的翻新。其实我之前来我就已经蛮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我之前是来看 Monster Jam， 我还有来看过演唱会，也就是他的 Monster Jam 在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大卡车，一个 crane 就这样直接压过去，然后一瞬间它就好了。然后过了可能几个月再来看演唱会，它就完全变像巨蛋一样，就是非常震撼。那我现在在吉列体育场球场的外面的一个小吃街、小卖街。其实我这边想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如果你当天真的有幸可以来就现场看球赛的话，其实我会很建议就是千万不要开车，因为我经验是我就算没有这么大的体育盛事，我光从大概半英里的路，平常开车可能5分钟之内吧，就要塞个1-2个小时。那我不敢想象到时候真的球赛的时候会变什么样子，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开车。最好的方法就是到 Boston Downtown South Station， 然后 Commuter Rail 过来，然后那边会有接驳车接驳到这个吉列体育场。那这样子的话，就既省时又省钱，那就提供这给大家喽。而且就是像我之前经验的话，像我来参加演唱会，我在外面找了一个停车费就60块钱，不是这种直接在体育场外面的停车场，它就是附近的商家把他自己平常停车位贡献出来的。那我相信，如果在赛季的时候，可能轻易的是到达上百这样子。如果大家真的很想来，又没有买到票怎么办？毕竟就是前几天我看，就是一张票，法国队就重要赛事一张票都已经炒到400块美金一张，真的不是人人都可以负担起。所以你们的小锦囊这边就帮大家想了几个方法。我觉得像 Plan B 的话，就是可以考虑，因为美国很流行所谓 tailgating， 就是说你可以开着你的车在附近停下来，然后会把后车厢打开，一边烤肉一边喝啤酒，这样，然后场外语音看直播，其实这样也非常非常有气氛。因为当天我估计很多人都会是这个样子，因为真的不是每人都可以进去嘛。或者是说，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在 Boston Downtown， 或者是说在你住的附近的运动酒吧，直接找一个酒吧有很大的电视墙那一种，就直接在里面看着电视墙跟一堆人一起同乐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样有时候也不输一定要来现场，因为我觉得就是舒舒服服的喝啤酒吃汉堡看其实也是蛮爽的。然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吉列体育场附近外的商店街。现在平常日，今天天气真的很好，真的还是很多好玩好吃的。嘿，这后面是 Five Guys， 就是很有名的汉堡店，里面可以无限吃花生，很多人来这边就只是为了吃花生而已。那其实我还有个 Plan D 提供给大家，就是可以去 City Hall 那边。City Hall 为了这个活动，每天会开放5000个名额。
然后进到他们前面的广场区，那边会有音乐，还有免费的食物，很多 street food， 很多街头小吃。你就想象在夏日的微风底下，大家一起微醺，喝着酒，看着大电视墙，一起庆祝，这也是非常好的。其实这个赛季快到，会让人家有种越来越兴奋的感觉。在这个夏天，感觉是充满奇迹和期待，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兴奋。不知道大家今年都有没有买到票，或已经锁定好哪一场球队呢？然后，请问你们买好自己的球衣了吗？其实我只有买一件，就身为一个一月球迷，我大概就只有买一个整踢法的一个球衣。那所以就希望能够用这次的行动来表示对我们活动的支持哦。我是 Emily， 我们下期见，拜拜。